我在广州做红娘也有些年头了，见过形形色色的男女，他们带着各自的故事和期待走进相亲的世界。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故事，主角是一位42岁的大姐，在广州相亲圈那可是相当出名，大家都背地里称她为剩女。不过我可知道，她的故事远不是这简单的一个称呼就能概括的。广州这座城市啊，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，生活节奏快得让人喘不过气，压力像一座座小山压在每个人的肩头。男女比例也在不知不觉中失衡起来，像大姐这样年纪稍大些的姑娘，找个合适的另一半真的就像在大海里捞针一样难。但大姐可不是那种会轻易放弃的人，她在这个相亲的战场上摸爬滚打了许久，也算是个大神级人物了。谁不想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呢？大姐也不例外。从小到大，她心里就憧憬着能有个疼爱自己的老公，两个人相伴一生，再加上可爱的孩子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可现实总是那么残酷。42岁的她，父母年纪大了，需要她照顾，事业倒是做得有声有色，家里房子车子都置办齐了，可身边却始终缺少一个靠谱的男人。她也不是没努力过，曾经也试着和一些差不多的人相处。有一回，她和一个男人相处了一段时间，那个男人看起来还算老实，工作也还算稳定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两人相处的还算融洽，偶尔一起吃个饭，看个电影。可是随着交往的深入，问题就渐渐暴露出来了。大姐是个很有想法、很独立的人，她在事业上拼搏多年，有自己的见解和规划。而那个男人呢，总是希望大姐能多照顾家庭，放弃一些事业上的追求。大姐心里就很不舒服，她觉得自己能为家庭提供的远不只是洗衣做饭，她在事业上的成就，她的见识和阅历，都是她的财富。她想要的是一个能理解她、尊重她，和她一起并肩前行的人。就这样，因为这些根本性的差距，他们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了。经历了这么多，大姐也想明白了，她知道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盲目的妥协了。于是在相亲的过程中，她提出了一个让不少男士都傻眼的条件，彩礼要价100万。你可别以为她是贪财，她自己都说了，她不差钱，她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价值对等。这话说出来，可真是在相亲圈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。我呢，就想着给大姐找几个合适的男士见见面。说实话，能被我选中来见大姐的，也都不是泛泛之辈。他们年纪虽然大了些，但条件都还算不错。可大姐的要求还是让他们有点招架不住。第一次见面的场景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清清楚楚。那天大家约在一个安静的咖啡馆里，大姐一进门就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。她穿着一身得体的套装，头发整齐地挽在脑后，虽然年纪不小了，但那种自信和优雅却从骨子里散发出来。她走到座位前，先是礼貌地和大家打了个招呼，然后就开门见山地说出了她的要求，彩礼100万。这话一出口，那几个男士的脸色瞬间就变了。其中一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男士，直接皱起了眉头，嘴角还带着一丝不屑地笑了。哎呀，小姐姐，你这是开玩笑吧？现在结婚又不是买卖，你这要求也太高了。就算你是42岁，年纪上稍微有点优势，但这种要求真的是有点不现实啊。大姐呢，却还是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，不慌不忙地说道：我不觉得不现实。我们两个结婚可不只是简单的搭伙过日子，那是要建立一个家庭，要有共同的生活支撑。你能给我什么，我能给你什么，我觉得这得对等，得公平。你看，今天你和我坐在这里，已经是给足了面子了。你要是真心想和我共度余生，那彩礼不是问题。我在旁边听着，心里那叫一个着急啊。我心想，这大姐不是硬核相亲，她简直就是铁石心肠，根本不懂男人的苦衷。这条件一提，这不是把这些男士都吓跑了吗？但我毕竟是红娘，还得在场中维持着场面，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说：各位别急，这位小姐姐可是非常有自己主见的人，大家可以慢慢聊，不着急。另一个男士明显有点生气了，直接拍了拍桌子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年纪大了，也知道自己为什么没结婚，那你这要求未免也太高了吧？我不是说不好，但你也得考虑下自己的情况啊。你不是23岁的小姑娘，凭什么要求这么高？我一听这话，心里就忍不住了，
这男人也太过分了，这话说的可有点伤人。我正想开口说他两句，却看到大姐面不改色的笑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不是23岁，但是我也有自己的价值。你既然觉得高不合适，那就算了，我也不强求。这时候场面可真是僵住了，气氛也愈发紧张起来。我心里直犯嘀咕，这一对看来是不行了，大家情绪都上来了。这可咋整啊，真是要疯了。就在这尴尬的气氛中，大姐深吸了一口气，继续说道，我知道很多人觉得年纪大了就该降低要求，觉得我的婚姻不值得高期待，但是我不认同这个观点，人的价值不是靠年纪来决定的。你们可能觉得我要求高，没错，但如果你们心里不愿意接受，那我也不会勉强。我的人生不允许我再做任何妥协。大姐这话说完，我心里突然对她有些佩服起来。这个女人不仅在事业上独立，而且在感情上也是极其果断。她已经不再为了所谓的结婚而盲目妥协，她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契约，是一份尊重和理解。其实啊，像大姐这样看似高要求的女孩，我见得多了。她们往往都经历了太多失败的感情，才会在相亲的时候提出这样的要求。她们渴望的是一种真正的平等，而不是被人随便看待。就像大姐她所说的100万彩礼，真不是所有女人都会提的要求。这个数字看起来是很高，但它代表的是她对自己的尊重，以及对婚姻的理解。婚姻啊，可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，那还是两个家庭的联姻呢。所以这样的要求背后不仅仅是金钱的交换，更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。我虽然理解大姐，但这些男士可就不一定了。他们或许从表面上看，只觉得大姐的要求太过分，根本不理解其中的深意。但我能感受到大姐是认真的，她已经把将就的思维彻底摒弃了。她的底气就是经历过时间的打磨，经过无数次的思考后得出的结论，我值得更好。我在这相亲行业里混了这么久，也知道婚姻这事儿不容易。我见过太多的夫妻，因为当初的将就，在婚后的日子里过得一地鸡毛。有的是因为经济上的不平等，总是为了钱争吵；有的是因为思想上的差距，两个人根本说不到一起去。大姐就是看透了这些，所以才会如此坚定地提出自己的要求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我给一个女孩介绍对象，那个女孩也是年纪大了些，家里人一直催她结婚。她就跟我说，只要对方人还不错，条件过得去，就可以试着相处。我就给她介绍了一个男人，刚开始的时候两人相处的还挺好的，可是后来问题就出来了。那个男人总是觉得自己赚钱多，在家里就应该说一不二，对女孩的想法和感受根本不重视。女孩心里委屈，可又觉得自己年纪大了，离婚了不好找，就一直忍着。结果呢，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差，最后还是以离婚收场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更加理解大姐的想法了。她不是在为难别人，她只是在保护自己，在为自己的未来负责。她想要找的是一个能真正欣赏她、尊重她的人，而不是一个只把她当成结婚对象、随便凑合过日子的人。虽然这次相亲没有最终的结果，但我相信越是看似强硬的要求，背后越可能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。而真正的相亲，不是两个人互相妥协、互相牺牲，而是两颗心真正的碰撞和共鸣。在这之后，我也和大姐聊过几次。她跟我说，她知道自己的要求可能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，但她不想放弃。她觉得在这个世界上，一定有一个和她志同道合的人，能够理解她的想法，接受她的要求。她愿意等待，哪怕这个等待的过程很漫长，我也鼓励她不要灰心。毕竟爱情这东西有时候就是需要一点缘分，也许下一个转角，那个对的人就会出现。而我呢，也会继续做着我的红娘工作。我知道每个女孩的婚姻都不应该被随便定义，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，需要的是尊重、理解、共识。而大姐的要求虽然高，但却有她自己的道理。谁能真正理解她，谁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我见过太多的相亲故事，有欢喜的结局，也有遗憾的收场。但每一个故事都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，婚姻不是一场简单的交易，也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。它是两个人基于爱情、尊重和理解的结合。大姐在这个相亲的过程中，虽然遭遇了很多的质疑和不理解，
但她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，这一点就值得我们敬佩。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像大姐一样，在面对婚姻的时候，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不想要什么，不要因为外界的压力而放弃自己的原则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，在婚姻的道路上都应该保持独立和自信，相互尊重，相互理解，共同去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大姐依然在相亲的道路上前行。她偶尔也会跟我分享她的生活，她的工作，她还是那么努力地工作着，不断提升自己。她会去参加各种培训课程，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。她也会去旅游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丰富自己的阅历。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大家，她的生活不仅仅只有相亲和婚姻，她还有自己的追求和梦想。而我也在不断地为她留意着合适的人选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那个能与大姐携手一生的人会出现。到那时，我想他们的故事一定会成为一段佳话，让更多的人相信，在爱情和婚姻的世界里，只要坚持自己的信念，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在广州这个繁华的城市里，大姐的故事还在继续。她就像一颗独特的星星，在相近的天空中闪烁着属于自己的光芒。虽然周围有很多不同的声音，但她依然坚定地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行。我也会一直陪伴着她，见证她的故事，直到她找到那个真正懂她、爱她的人。